上回说到，胖布偶分裂出瘦布偶，两个魔人布偶结合一起，变化成了更强大、更邪恶的魔人布偶。新生魔人布偶拥有了可以感受气息的能力，一路顺着气找到天神殿，向乌天克斯发起挑战。乌天克斯虽然变强了，但是魔人布偶也强了许多。乌天克斯一套拳脚功夫，魔人布偶根本没当回事儿，甚至嘲讽道：“嗨，我等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你这么弱。”乌天克斯一招爆炸腿治好了魔人布偶多年的颈椎病。紧接着，乌天克斯各种奇葩招式齐发，什么天崩地裂拳、无敌帅气脚、呼死你丫掌、断子绝孙腿。乌天克斯的身上甚至还藏了一张纸条，写满了各种招式的名字。魔人布偶实在受不了了，感觉自己的智商正在被摩擦，一巴掌将乌天克斯呼飞。短笛的内心是崩溃的。乌天克斯注意到了短笛生无可恋的表情，向布偶叫了暂停，走到短笛身边：“这位绿皮叔叔，我注意到你的信仰有些动摇，你该不会以为我输定了吧？我是不愿意这么想，不过照你的实力来看，确实如此。”乌天克斯扯着短笛的斗篷，将他拉到一边，给他认认真真的上了一课。我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一开始的时候被装作打得很惨，打到一半突然变身。很多比赛不都是反败为胜吗？大家都认为这种比赛很精彩，不是吗？你怎么一点不懂战斗美学？短笛表示：“你就浪吧，一会儿给你打得鼻青脸肿，看你还美不美？一会儿就让布偶送你们去见你们的爹。”魔人布偶等得不耐烦了，乌天克斯立即开始第二回合战斗，和第一回合一样，还是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没用招式，不中看也不中用。短笛表示：“累了，毁灭吧。”魔人布偶实在受不了了，决定杀了乌天克斯。乌天克斯终于要认真了，在合体状态下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。短笛终于笑了，如此看来还有希望，这一下说不定能赢。乌天克斯思考一下，决定拿出自己的大招炸面包圈捆仙索结束战斗。他变化出一道光圈，控制光圈将魔人布偶包围，接着双手猛地一合，光圈将魔人布偶紧紧捆住。魔人布偶奋力挣扎，乌天克斯也在全力对抗，头上的汗水都渗透了出来。魔人布偶仰天长啸，看样子十分痛苦。挣扎了半天，乌天克斯以为魔人布偶要认输了，没想到魔人布偶微微一笑：“骗你的。”只见魔人布偶稍稍一用力，光圈便被魔人布偶撑爆，逼真的演技简直称得上影帝。短笛被唬得一愣一愣的。言归正传，光你打我太不公平了，这一次换我攻击了。魔人布偶大吼一声，扑向乌天克斯。乌天克斯跳到空中，魔人布偶早已以迅雷之速跟上去，一脚将乌天克斯踢飞，接着又一脚从空中踹下来，再跟着一拳头将乌天克斯直接锤进浴缸里。魔人布偶没有急着攻击，耐心的等待乌天克斯从浴缸里爬出来，然后对他勾勾手指。两人飞向空中，在空中互殴拳脚。魔人布偶再次将乌天克斯从空中击落。乌天克斯爆气后，直接向空中全力冲刺，一头撞在魔人布偶的脑袋上。伤敌1000，自损1200，这波有点效果，起码让魔人布偶受到了一些伤害。乌天克斯厌倦了拳脚，使出了一个修炼已久的绝招——超级幽灵神风攻击。只见他原地爆气，从嘴巴里吐出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幽灵。这幽灵不但会说话，竟然还有自我意识，搞得短笛和魔人布偶一愣一愣的。乌天克斯一声令下，鬼怪便冲向魔人布偶，魔人布偶又手刀命中鬼怪，鬼怪突然露出诡异微笑，接着轰隆一声，鬼魂发生剧烈爆炸，把魔人布偶硬生生炸成了痴呆。这就是乌天克斯鬼魂的威力，只要稍微碰一下超级幽灵就会产生大爆炸。短笛提醒乌天克斯，趁现在赶快解决掉魔人布偶，不要等合体时间到了再后悔。乌天克斯摆摆手，坦然自若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不要慌，我一定会给他一点颜色瞧瞧的。超级幽灵神风攻击，无数幽灵。乌天克斯蓄力爆气，吐出一堆白烟。乌天克斯一声令下，鬼魂们乖乖排站，不要吵，听我指令，报数。鬼魂们乖乖报数，而魔人布偶已经恢复原样，正一边喝饮料一边看漫画书，嚣张至极，完全没把乌天克斯的鬼魂战术放在眼中。乌天克斯气得跳脚，臭屁魔人布偶竟然瞧不起我！魔人布偶大喊：“你到底好了没有？给我上！1号、2号进攻！”两只鬼魂扑向魔人布偶，魔人布偶淡定的喝光冰镇苏打水，轻轻一跃，两个鬼魂扑了个空，撞在一起，同归于尽。魔人布偶实力嘲讽了乌天克斯一波：“笨蛋，你以为我会再上当吗？”乌天克斯召集其他鬼魂在一起，紧急召开战略会议，布置了作战计划。魔人布偶很讲武德，期间没有做出任何攻击，只是安静的等在一边，等得直打瞌睡。战略会议召开完毕，理论上来说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作战计划，最大的纰漏就是执行计划的人智商如何。从两个鬼魂互相引爆对方这件事来看，执行人智商并不高。魔人布偶呆住了，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蠢的对手，对自己的段位产生了怀疑。乌天克斯大手一挥，军心不要乱，大家按照刚刚所说的作战计划，让魔人布偶不能复原。5只鬼魂一起向魔人布偶
偶扑过去，魔人布偶做好了躲开的准备，谁知5只鬼魂绕开他聚在一边，盯着地上某个东西议论纷纷。魔人布偶好奇，凑过去看热闹。5只鬼魂看准机会，纷纷扑在魔人布偶身上，更剧烈的爆炸将魔人布偶炸成了一滩烂泥。乌天克斯又派出最后1只鬼魂，给魔人布偶做个终结，将他彻底解决掉。10号鬼魂领命后，顺着魔人布偶的嘴巴钻进肚子里，轰隆一声，魔人布偶变成无数块碎末散落在四周。乌天克斯得意极了，短笛大骂乌天克斯太轻敌，现在放松为时过早。魔人布偶只要有肉块在，就会立即再生。乌天克斯和短笛2人用能量波将散落在地的肉块一块块烧烂。乌天克斯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可惜的是自己还有最厉害的一招没能表现出来，真是遗憾。短笛虽然看不惯乌天克斯那张和贝吉塔一样的装逼相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次乌天克斯表现得很好，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料。本以为战斗到此就结束了，突然阴风大作，粉色的烟雾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，汇聚在上空，慢慢聚拢成型。魔人布偶竟然还没死，这就太开挂了，双方他的肉块都不死，这家伙该不会是不死之身吧？魔人布偶重生后怒气值刷满，短笛吓坏了，连忙问乌天克斯可否还有办法对付魔人布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自己只能使出最后一个最糟糕的办法，毁掉精神时间屋的门。3人不对，是4人永远困在这里。乌天克斯本来还有一项看家本领，但是为了将效果拉满，他谎称自己没有力量，无计可施了。魔人布偶丢出头上的触角，抓住乌天克斯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几番摔打后，乌天克斯差点被毁容，门牙也摔丢了一颗，好痛！这一下我真的要生气了，你这混蛋！乌天克斯准备使出看家本领，但短笛已经先他一步摧毁了精神时间屋的出口。到此为止了，魔人布偶，你的确很厉害，不过你已经无法回去现实世界。等你把我们杀死后，就一个人永远孤独的在这里吧，这里可什么都没有呀！魔人布偶呆住，听闻这个精神时间屋里既没有糖果，也没有巧克力，没有曲奇饼，瞬间绝望。乌天克斯比魔人布偶更绝望，开个玩笑而已，用不着玉石俱焚吧？我还有绝招没用出来呢！短笛大骂乌天克斯八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，一点不好笑，笨蛋！乌天克斯与短笛争论不休，魔人布偶在绝望和愤怒的加持下，歇斯底里怒吼一声。这一吼不要紧，竟然在精神时间屋上打开了一个洞口，直通精神时间屋外面的现实世界。不妙，不能让他跑了！眼看洞口越来越小，魔人布偶回过神来，变身成面条状，顺着洞口滑了出去，十分流畅。精神时间屋外，布玛听闻精神时间屋的出入口被摧毁，瞬间崩溃，大骂其他人卑鄙无耻。就算2个孩子再厉害，也不能让他们和恶魔战斗，这种行为和虐童有什么区别？简直令人发指！剑王神界，悟空发觉到魔人布偶的气息突然消失了，剑王神一下子反应过来，惊呼：不可能，难道他死了？悟空眉头紧皱，魔人布偶战死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连个熊孩子合体的气息也感受不到，他们又没有战斗，气息怎么会消失呢？老剑王神淡定回答，他们只是在时光的异次元里战斗。悟空恍然大悟，是精神时间屋。不过他们为什么要去精神时间屋里打架呢？突然悟空一惊，发觉到魔人布偶的气重新出现，看来他已经从精神时间屋里跑出来了，不过却没有特南克斯和雾天的气。悟空非常担心地球的情况，老剑王神变化出一个水晶球，丢给悟空看直播。此时魔人布偶正在天神殿里疯狂释放粉红色光波，将所有人都变成了巧克力。悟空看得焦急，可是自己却帮不上任何忙，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悟饭。这一下就比较尴尬了，本来短笛是想困住魔人布偶的，结果却把自己和乌天克斯困在了这里，放跑了魔人布偶。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了，就是尽所能的打破时间壁垒。既然魔人布偶可以出去，那他们努力应该也差不多。短笛与乌天克斯使尽全力大吼大叫，声带都要喊破了，连一条缝都喊不出来，大概是力量不够强的原因。乌天克斯没办法，只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，这一招就是乌天克斯从悟空那里学的超级赛亚人第3节。变身超赛3的乌天克斯果然很猛，一嗓子就叫破了时间壁垒，一个洞口出现在2人面前。乌天克斯与短笛立刻从洞口里跳出来，悟天看见了乌天克斯的超赛3形态，心生安慰，这2个孩子果然是天才，不仅掌握了合体术，而且还进阶到了超赛3。这一招孙悟空花费了几年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才练成，2个熊孩子竟然一下子就练成了。短笛和乌天克斯回到现实世界，魔人布偶正背着他们搞小动作，眼前的景象让短笛和乌天克斯十分吃惊。神殿已经搞得破破烂烂，好像一座废墟，而布马、克林等人已经不知去向，用大拇指想想都知道，一定是被魔人布偶给杀了。魔人布偶充满挑衅的拍拍肚子，错，不是杀了，是吃了。说话要严谨。乌天克斯愤怒暴气，力量瞬间又提升了好几倍，整个天神殿都在颤动。我真的生气了。
变身超4-3的乌天克斯愤怒值已经达到了顶点，他是否能顺利打败魔人布欧呢？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欢迎大家点赞收藏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